大家好，我是小麦。之前关注或订阅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花了1年的时间将我的体重从85公斤降低到58公斤。通过训练，从一个完全不跑步的人到台北马达到了2小时51分的成绩。然后仅隔4周之后，我又在高雄马再度突破，达到2小时47分22秒的成绩。那在这台北马至高雄马的4周当中，我是如何做赛后的修复，然后重新训练，以及做高雄马的准备？那这就是我这一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由于内容可能会过多，因此我会分上下2集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主要集中在赛后的修复以及重新训练上面。那下面有3个 QR code， 分别是我的 YouTube、Strava 以及 IG 的频道。那如果大家对我的训练以及内容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订阅和追踪。因为我并不是运动的教练，也不是营养师，那我只是一个刚花了1年的时间去体会跑步，去认真学习跑步相关的知识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因此我这次分享的内容，请大家仅供参考，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点点的帮助跟启发。相信还是很多朋友会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因此我快速的做一下我自己的背景介绍。在2023年10月的时候，我还是85公斤的体重，然后经过2到3个月的减重之后，当时体重降低到了70公斤左右，然后我开始跑步，并且报了马拉松的比赛。在2024年的4月和9月，分别参加了2场的半马比赛，那完赛的成绩都在1小时40分上下。在2024年10月，我完成了我的初马，成绩是3小时14分35秒。随后，我就参加了2024年12月的台北马拉松，那非常开心，得到了2小时51分42秒的成绩。紧接着，在4周之后，我又参加了高雄马拉松。那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又再破 PB， 达到了2小时47分22秒的成绩。那今天的内容就是主要集中在2024年12月15至2025年1月12中间这4周，我到底是如何修复、跟训练，还有准备比赛的。另外，我也在这边跟大家公告一下，我已经决定的会去参加的马拉松比赛。在2025年的3月，我会分别参加林边黑珍珠马拉松以及新北市的万金石马拉松。那这2场马拉松只相隔2个礼拜的时间，也是非常考验我的恢复能力。那我也很开心的抽中了雪梨马拉松今年的比赛资格，因此在8月的时候，我也会去前往澳洲去参加雪梨马拉松。那因为我的成绩已经达到了 BQ 的标准，因此不出意外的话，我也会去参加2026年4月的波士顿马拉松。那在这几场比赛当中，如果大家一起参加的话，那也欢迎大家跟我打招呼，然后一起享受这几场比赛。好，那我们现在立刻来进入正题吧。我是如何在台北马之后快速修复，又再继续加强训练，准备高雄马拉松的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会是需要有个前提，就是你可以把这一场的全马比赛，对我而言就是台北马，当成是一次高强度的长距离训练。也就是说，在这一场全马之后，我实际上是不会有任何受伤，或是非常严重的无法跑步的这个情况，只是单纯的疲劳。那我这边也已经列出了我台北马至高雄马整个区间的 Strava 的训练记录。同步呢，我也列出了高雄马至我春节这一段时间的 Strava 的这个训练记录。那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跟了解，我这边先做了一些图示的说明。首先是这个深绿的颜色，对我而言就是长距离，那可能不会是太大的强度，心率可能在1区至2区之间，但是呢，它的距离是大于21K 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符号，那就意味着它对我而言是强度课，它可能包含了2K 的长间歇、1K 的长间歇，我的马拉松配速跑，或者是我长距离的强度课。那如果有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长距离的强度课都是通过渐加速的方式，那最后都会加速到
比我马拉松的配速快5到10秒，甚至更快的这样子的一个配速，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长距离训练。好，那这个棕色的颜色，那就是对应的比赛。因为 Strava 设定的缘故啊，所以它的时间是越上面的时间是越新的，然后越下面的时间是越旧的。因此，如果要看的话，是从下往上看，然后这边也是从下往上看。好，那在这2场的全马比赛，就下面就是台北马，那上面就是高雄马，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有非常多的31公里左右的这个长距离的高强度。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2场全马赛事的话，那就是你需要把全马当成是一次高强度的长距离训练。那我在整个的12月是有491公里的跑量，那在1月有高雄马的这个减量的这个状况下，我这边还是有534公里的跑量。也就是说，跑量也是很重要，就是你要能够有高强度的长距离训练，并且你已经习惯能够快速恢复，然后才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2场比较尽全力的全马比赛。好，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一页暂停跟截图，了解一下我这边的训练的节奏跟 tempo。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主要的目的会是集中在我是如何做恢复，以及如何在高雄马继续达到一个新的 PB 的。那总共的话，我这边其实分了4大类。那跟上一次一样，这边这一页的话是我所有想要讲内容的一个大的提纲。大家如果已经看过内容了之后想要回想，那直接截图这一页来找大的提纲就好。那总共分4类，就是我这4周的训练重点，以及非常重要的营养补给。那第3个的话，就是我这边寻求的一些外力的协助，帮助恢复。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好好的睡眠。好，那我们先来进入到第一个方面，就是这4周的训练课表。那其实之前也有一些朋友问我要过训练的课表，我其实是有自己的训练课表的，但实际上啊是因为我的体感跟实在训练的内容，并且我其实常常出差，所以训练的课表一直在变动。那在这4周的课表的话，我有罗列出来跟分享给大家，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那在第1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台北马之后的一个试探，再加上修复的1周。那在紧接着台北马之后的第2周，就会是我要立刻进入巅峰期了。因为对于高雄马而言，这是倒数第3周，所以在那1周我几乎没有休息，只有1次的恢复跑。然后呢，就开始进入了减量，然后又进入了恢复，然后加比赛的那1周。那主要我们今天内容会结合在上述的2周里面去做一个讲解。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于这前面的4天的时间，因为在台北马之后啊，身体是非常疲劳的一个状态，我也从来没有用那个强度去跑过1场全马。然后呢，我就会是用身体比较轻松的一个感觉去跑第1天的恢复跑。那有些人会说，我们这一天会不会是需要休息的？我参加比赛的经验虽然不多，但是目前所有的状况告诉我，都是如果隔天休息，那我恢复的速度会更慢。因此我隔天一定会是采用动态恢复的方式。那看你自己的体感，选一双自己觉得最舒服的鞋子，然后跑至少40分钟以上。有可能是6分速或7分速，如果是真的非常疲惫的话。如果是状态好一点，可以跑到60分钟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OK， 那所以这个是完全不要求任何的心率跟状况，只是想找到体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恢复跑。原因其实很简单，你跑起来之后才会知道这些部位其实是会酸痛的，是会非常疲劳的。那同时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帮助你这些部位加速代谢，然后呢帮助你的修复，可以让血液真的流通过去。那如果你静置着不动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的。那当然还是一样，我要重申一下那个前提，
就是你一定不能有任何受伤或不能跑步的状况出现。如果已经有了，那就要赶快去看医生，或是静态的休息，千万不能再有恢复跑的动作。好，那第二天的话，如果真的非常的疲劳，我会选择休息。但因为那一天我的感觉没有非常的疲劳，因此我选择的是轻松跑。那这个轻松跑其实会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或至少是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小小的技巧，是什么呢？我是会尝试不同的地形，以及尝试不同的配速。那当然可能不会到非常高强度的马拉松配速，那基本上一定会是到我的轻松跑配速。那尝试不同的地形的原因是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下坡，会有一些上坡，甚至有一点点台阶或者是有一些稍微斜的路面以及田径场，我都会尽量的去跑。原因是什么？也很简单，是因为我想要让知道自己的身体目前的状况如何，在低强度下去尝试不同的施力和出力方式，然后感受哪一边的肌肉或是关节或是韧带是还有疲劳感，是需要再加速恢复的，那同步的帮我身体做一个恢复。OK， 那其实在这一天之后，你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天其实是最痛苦的，在那个赛后的酸痛是从24小时到48小时是最严重的。那你在第3天起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会非常的轻松了。好，那因为酸痛降低了，然后呢，就是你也知道自己哪一些的部位跟关节或是肌肉是处于疲劳的状态，所以你可以在第3天的跑步过程中再重复第2天的整个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流程，然后再去重新感受一次是不是都有好转的一个状况。那以我个人的经验的话，基本上第3次就已经好的可能七七八八了，至少你比马拉松配速少10秒到20秒以外的这个配速区间，都是已经可以在不同的地形跟状况去负荷的。那如果还是不行，那请再尝试第4天。因为我的状况是已经可以负荷了，所以我就会尝试第4天。我第4天的安排就是又开始会进入到2K 的间歇，2K 的长间歇。当然它不会比我的之前的长间歇的这个强度高，因为我之前的长间歇可能都是在3分40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配速的强度。但是呢，我这一天的长间歇，我采用的其实是从4分10秒，然后第一次跑完，然后呢再加一点点，可能到4分，然后再加一点点到3分50秒。虽说也是长间歇，虽说也是出力的跑，但是呢，它对于我的身体的负担，然后也是不会有非常大的。那也是只是在我的就是马拉松配速的区间的上下10秒，再去做一个试探。那次数也不会多，3次就够了。那也是一样，这4天其实综合起来就是为了要让身体动态的恢复，然后用不同的跑步方式去试探自己的肌肉、关节跟身体的其他部位是否还有伤痛，是否已经可以恢复很正常的训练。那到第5天的时候，我是完全采用了纯休息的这个方式，因为真的让身体好好休息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第6天就开始进入到25K 的间加速了。当时也是一样，是跑到了4分以内的配速，然后最后再加6公里的冷身。也就是说，我从礼拜6开始，已经进入到我正式的一个训练的状态了。我是花前面4天的时间，在试探身体的不同的关节、不同的配速、不同的环境下的一个反应，然后用动态的方式帮助身体恢复。礼拜5完整休息1天之后，礼拜6就是进入到正式的训练状态。那到巅峰期的时候，那就会是按照我原本的一个目标的计划，就是说我会有2次的强度课在周中，然后再配合周6的一个高强度的这个长距离的间加速，去达到我的训练的一个巅峰状态。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中间只靠了礼拜3的1天恢复跑去做一个动态恢复，完全没有全休的日子。这目的跟原因也是因为后面要高雄马的比赛了，我需要再把自己的状态在这第2周拉起来。OK，
那在第3周跟第4周的课表的部分，我会在下一次的关于高雄马前的减量跟修复方面再跟大家去说明。因此，大概的课表就是长这个样子，也分享给大家。好，下一个其实是我认为，跟上次其实讲的一样，重中之重，只是我这一次把它的内容讲得更加的完整，跟分享的就更加的彻底一点，就是营养补充。不管是我的长距离的高强度训练，还是我的马拉松比赛，营养补充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在我的日常训练跟生活当中占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一个个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就是在赛后的碳水以及蛋白质的补充。我在比赛之前就会先准备运动饮料和乳清蛋白，准备在我的背包里面去做记录。当我完成比赛之后，在30分钟到2个小时的时候，我会立刻把这一罐，就是可能喝1/3，喝一半，慢慢的把它喝掉。在段时间之内，我会赶快把这个运动饮料跟乳清蛋白喝掉。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马拉松比赛之后，我们身体里面的糖原是完全消耗的状况，我们的电解质其实是一个失衡的状况。那这个我们就非常需要运动饮料去做对应的补给。运动饮料里面有碳水，然后也有电解质，因此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那当我做了计算之后，如果以60公斤来算的话，差不多1000cc 的运动饮料就会是有60克的碳水。那蛋白质的话呢，是帮助我们的肌肉快速修复。那其实蛋白质有非常多的选择，我这边的选择是用40克的乳清蛋白，它分2次到3次，慢慢的把那一罐喝完，就是可以帮我们快速的去修复我们的肌肉损伤的位置。原因也是因为第一个乳清蛋白是快速吸收的蛋白，可以快速的帮我们修复。第二个的话呢，还有高含量的 BCAA， 也是一样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快速修复。然后比赛之后，我就会去吃像是意大利面啊，或是肉燥饭跟卤蛋这样子的一个精致的蛋白质以及精致的淀粉，然后进一步的帮助我们的身体去做修复。那像这样子的一个 set 其实我会在马拉松比赛之后的2到3天，都会，虽然那边还会有运动跟训练吧，那2到3天我都还是会持续补充，但是量可能就是用一半，就是500cc 的运动饮料以及20克的乳清蛋白，在每天早上的训练之后会再多补充一次，加速我的肌肉修复。那至少我目前用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我对于我的修复是非常有信心的。好，那下一个的话就是蛋白质。在上一次我们有讲过，就是蛋白质的话，我们是需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帮助我们日常的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个肌肉的修复。然后，那到底是哪一种蛋白？上次没有特别的讲，那我这边其实有罗列，我这边选择的优先顺序其实就是从上到下，从鸡肉、牛肉、鱼肉、猪肉，然后最后才是植物性蛋白。原因是什么？我这边都有罗列。那肌肉的部分其实低脂、高蛋白、丰富 BCA， 非常适合我们做有氧运动以及高强度运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修复。那牛肉的话，它里面富含铁跟锌，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补给。那鱼肉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里面有 Omega-3，用鲑鱼或青鱼其实都是非常的棒，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炎症消除跟恢复的一个作用。猪肉相对而言，我会尽量少吃一点点，原因是因为其实选不好部位的话，它的脂肪含量就会很高，所以你要选对部位，然后就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那植物蛋白其实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掉它，因为呢是植物蛋白，其实它可能不是全面氨基酸的这样子一个蛋白质。目前我们平时吃得到的，或者是日常生活中会用得到的，只有大豆蛋白，也就是说只有豆制品是最接近于是动物性蛋白的。那大豆制品才是，其他的很多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蛋白，不管是米蛋白啊，
或者是其他的植物蛋白都会是可能会缺乏某一些氨基酸，导致你的一些氨基酸缺乏以及修复的不完整。所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混合使用各种的蛋白质。我最优先推荐的是前面3种，鸡肉、牛肉跟鱼肉的混合使用，这样的话会让你的修复会更全面。好，下一个另外的一个蛋白质的补充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了。那我补充的时间基本上就会是在高强度课后或是赛后的2到3天。所谓的高强度课后，就比如说是我的2K 的长间歇、1K 的长间歇，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我的渐加速的长距离的强度课。那个时候我就是会把它像是比赛一样的对待，提前准备好运动饮料跟乳清蛋白，然后在就是训练完成之后立刻去使用。那这边会有很多的蛋白的选项，那我这边的选择会是乳清蛋白加胶原蛋白，原因就是我之前有讲过了，就是乳清蛋白是富含 BCAA 可以快速修复，那它的量的话就是1次大于20克。那胶原蛋白的话，上次也讲过，原因就是它其实我们的关节、骨骼、韧带、肌腱这边其实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1次的话就是使用大于5克。那在市面上还是会见到非常多的一个其他的蛋白质，比如说牛乳蛋白或者是大豆分离蛋白等等的。那这些是不好的蛋白吗？不是，它都是好的蛋白，但它更偏向于是我们左边的这个一般食品的这个蛋白。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吸收的这个修复是没有这么快速的，算是属于是日常服用的一个营养补充剂，不会快速的修复我们的肌肉。好，那第4个，那就是上次也有提到过的 Vitamin C。那不管它是抗氧化、增强免疫力，还是促进胶原蛋白吸收，以及促进铁的吸收，这些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有氧运动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那建议用量就是1000要大于500 mg 以上。那我的话，其实有时候会服用到2000到3000都是有的。第5个的话是之前没有特别提过，但我还是觉得想要提一下的，就是离子的补充。其实钾钠的补充我们不太需要特别的关注，你只要在比赛当中有明确的去使用盐锭或者说是电解质胶囊，那再加上赛后的运动饮料，就已经可以完全的一个补充了。然后镁跟钙它其实是跟我们的抽筋或是肌肉的征召有关，那它其实是会在汗液中少量流出的。那运动饮料实际上是平时日常中的补给的话，是会不太够补充这2个离子的，因此还会建议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服用像是坚果香蕉牛奶、起司这样子的一些食物来补充这一些的。好，下一个的话是硒跟铁，那铁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上次有讲过，在整个的有氧运动当中，它就是携带氧气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硒的话，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一个消炎跟抗氧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离子，虽说它不会随着汗液的流失，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不注意去补充的话，那也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影响的，我们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发炎症状。那它主要就是来源于海鲜，所以我们就要时不时的去吃一些海鲜类的产品，那我们的硒的离子就是完全足够的。以上关于营养补充的部分，我是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看看。那如果是有不清楚，或者说是想要特别了解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确认。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营养师，那这些其实都是我对于这些内容的一个学习归纳之后的一个分享。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也请专业的人士给我建议。我们下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关于外力协助帮助恢复的部分了。这边我也会分4点：冰浴、热敷、按摩以及拉伸。首先，我们先来看冰浴。那其实很多的马拉松比赛的，就是一个官方都会准备冰水池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施跟准备。那如果大家在比赛之后有看到这样子的设施的话，一定要去使用。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冰浴
它会是快速的帮我们的发炎的这个血管去做收缩，发炎的肌肉去做收缩，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炎症、止痛。然后呢，血管的收缩就可以控制我们内部的一些损伤，一些我们细微所看不到的一些损伤，是可以帮我们快速止痛跟阻止下来的。那它这个时间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马拉松的赛后，或者是像我的高强度的长距离训练后的这个30分钟或是几个小时内，那个时候脚啊都是会有一些肿肿胀胀的那个感觉。那这个时候用冰浴的方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恢复方式。那时间呢会是在15到20分钟，在脚伸下去的那一个刹那，或是那2、3分钟的时间，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双脚会是好像被针扎过，或是被压到那样子的一个疼痛。但是当坚持过这2到3分钟之后，就是脚就会开始非常的舒服了。那个疼痛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血管收缩，在整个肌肉跟血管收缩的过程中，这个一个疼痛感的一个传达。只要能够忍住这几分钟疼痛的时间，我们的恢复啊就会是事半功倍的。OK，那下一个部分的话就是热敷。那因为热敷的话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我这边是不会在赛后的48小时内进行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双腿或肌肉可能还是充满了一个发炎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跟损伤，其实帮助血液循环或是热敷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好的一个反向的一个效果。因此呢，我会是在48小时之后，也就是说，当我的延迟性酸痛已经最严重之后，我会开始选择热敷。那如果我的肌肉或是关节觉得有点卡卡的，还是有点僵硬，那个时候就会用热敷的方式来帮助我的肌肉来进行修复。那时间也一样是15到20分钟。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放松我们的肌肉，以及就是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我们的恢复加速。你这边的一个恢复的状况，没有很好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建议像运动员那样使用交替冰浴跟热敷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恢复的。那当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可能要几分钟的冰浴，然后再几分钟的热敷，然后再几分钟的冰浴。这其实操作起来会是有一点点麻烦的，但是呢，它会非常快速的帮助你的双腿跟疲劳的肌肉恢复。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按摩。按摩其实分非常多啦，就是你可以去找专业的运动的一些推拿，或是运动的一些按摩。那当然也可以在家里面用滚筒去做按摩的放松。那其次的话呢，那也当然是可以使用按摩球。我目前会使用到的大概就是这3种。那基本上都会是选用先静态后动态的方式。所谓的先静态后动态的话，比如说当我的小腿非常紧张的时候，我可能会先使用滚筒去做静态的按压，然后当我的按压的这个疼痛感是已经可以慢慢承受的时候，再开始用滚动的方式去加速它的一个修复。那它讲不管是推拿、滚筒或按摩球，它其实目的都很简单，就是促进我们这个局部位置的血液循环，然后加速我们这个疲劳或者是训练之后的一个代谢物的一个排出，会就是减少你的肌肉的紧绷，然后加速我们的恢复。好，最后一个其实我是会一直在我日常生活中常常做的一个事，别人也会很奇怪的看着我一直在那边做拉伸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小腿比较容易紧张的一个人，我常常在高强度的训练之后，就会是有小腿紧绷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我之前也有过阿基里斯腱很紧绷，然后疼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那之后的话，我就学了很多关于阿基里斯腱拉伸的一些方式跟方法。那我只要有不舒服，或是觉得小腿阿基里斯腱那边有紧绷，我这边就会常常的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位置，可能是墙边。可能是楼梯，那也有可能是一根柱子边上开始拉伸我的后小腿的阿基里斯腱，所以我那时候会常常被别人用很异样的眼神看待。
OK，那拉伸的话，主要就是以静态为主。如果是自己拉伸，如果是动态的话，其实会特别在疲劳的状况下，会比较难掌控那个力道，有可能会反而是造成一些拉伤。比赛或是高强度的长距离之后，我其实是不会做拉伸的动作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肌肉，至少我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一个身体的状况的。因此我会等到可能自己的肌肉的力量稍微恢复一点点，可能是2个小时或3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做拉伸的动作。那拉伸的话，就是我会做非常的频繁，只要是任何的时间，我都只要有空，突然想起来，上班上一上，突然想起来，或者说是在外面吃饭，去到厕所里面，那我就有时间的时候，我就稍微拉个10秒、20秒的时间。好，那当然就是关注是紧绷的位置，我最常紧绷的位置就是小腿的后侧，因此我会常常在各个地方去做小腿后侧的拉伸。好，方法的话，基本上就会是从静态的10秒到20秒的一个比较轻微紧绷的一个拉伸，先停住。当你完成了这10秒、20秒之后呢，我会再加强一点点的那个紧绷感，再停住10秒到20秒，然后再重复一次，重复这样子2到3轮之后，我会认为这一次的拉伸就已经完成了。那另外一个要提醒的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在睡前做一次完整的拉伸之后啊，在我第二天的训练以及恢复上面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常常睡前的时候，可能还有哪些位置是有一些紧绷的，但是当我睡前拉伸之后，然后立刻去睡眠，睡完之后醒过来，可能那块位置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我是蛮推荐睡前拉伸的。那拉伸的主要的目的跟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相信非常多的教练跟好友都会跟大家介绍。最后一个，那这个我也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上面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是我从网络上找的，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那它可以帮我们提升，充足的睡眠是可以帮我们提升15到20% 的这个恢复效率，并且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防止这个赛后的这个伤病啊，或者是感冒啊等等这些发生。我这边可能想要强调的就是，因为如果是有关注我的人，知道我的睡眠时间其实不长，我的睡眠时间基本上是在5个半小时到6个小时。那我为什么会把这个深层睡眠时间画出来呢？因为我的5个半小时到6个小时，Garmin 手表告诉我，我的深层睡眠其实都会是超过1个小时的。那我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1个小时20分钟左右的深层睡眠。因此，我觉得我这边可以睡这么少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深层睡眠够了，可以帮助我这边恢复。那每个人状况不一样，请根据自己的一个状况去调节睡眠的状况。睡眠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恢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如果某些时候在强度课后，或是在高强度的训练后，你的身体觉得非常的疲惫，那也请在可能午休或是一些空闲的时间，做10分钟到20分钟的简短的一个睡眠，都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的。以上又是啰啰嗦嗦了很多希望我的这些恢复的经验，或者是我这些恢复的方法，是可以跟大家有分享的价值，可以帮大家真的在高强度的训练以及比赛之后加速恢复，而可以让我们做到无伤的训练，快速恢复，并且可以享受整个跑步的过程，而不是一直被伤痛所困扰。谢谢大家。